世界上第一艘隐身无人战斗机航母开始试航，不过这次让土耳其抢先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长期以来，国内圈子里边一直流传着一个神秘传说。根据这个传说，中国海军对电磁弹射装置非常满意，打算把电磁弹射器用在两栖攻击舰上，这样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弹射起飞攻击11这样的隐身攻击机。如果这个设想实现，日本那个没有弹射装置的出云号准航母算什么？不过，隐身无人战斗机加上专用无人机的航母，这个概念已经被土耳其抢先变成了现实。6月20日，这艘未来土耳其海军的旗舰阿纳多卢号又一次被人发现在马尔马拉海上开始试航。土耳其方面承认，该舰下水之后，这是开始一系列正式的海试了。不过呢，跟我们不一样，土耳其搞这么个无人机母舰出来，纯粹是被美国人逼的。按照原计划，土耳其希望在阿纳多卢上配备的是 F-35B 战斗机，但是美国跟土耳其关系出了问题，特别是土耳其购买了 S-400防空导弹以后，美国对土耳其采取了制裁措施， F-35B 就彻底没指望了。不过土耳其人呢就想自己争气一下，干脆在舰上部署两种无人机，其中一种是 TB3 无人机，还有一种是隐身无人战斗机。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冲突开始，土耳其这个 TB2 无人机就已经出尽了风头。俄乌战场上 ，TB2 虽然大量损失，但是也让俄罗斯付出了巨大代价，并且乌克兰方面还表示，宁肯用 TB2 也不想用美国的 MQ-1C， 因为后者太大，太容易被发现和击落。现在大家都觉得土耳其根本不算是无人机领域第一梯队的国家，不过呢，他们确实有自己的设计风格，独树一帜，比俄罗斯强。TB3 无人机比 TB2 大很多，有点类似我们的彩虹4、翼龙1这个档次。用在舰上呢，可以给土耳其海军提供一定的侦察打击能力。为了让 TB3 能够顺利起飞，阿纳多卢号除了采用滑跃甲板，还在舰首增加了一个绞盘。TB3 起飞的时候，这个绞盘要高速转动，用牵引索拉着 TB3 加速。人家一不用蒸汽，二不用电磁，也能弹射。别看半法土啊，妥妥是古代抛石机的风度。至于说土耳其这个隐身战斗机，代号红苹果，中国网友谁看了都觉得那是个小号的无人歼20，起码气动外形真的像啊。这个红苹果飞行速度是 0.8 马赫，续航时间6小时，而且还配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载荷 1.5 吨。它的武器中包括了射程超过250公里的 SOM-G 巡航导弹。由于 TB3 都能够携带有源相控阵雷达，携带空对空导弹，所以红苹果这个隐身战斗机具有空战和对地打击能力，也是理所应当的。至于说无人机回收降落方式，没有使用拦阻索，而是靠竖起拦阻网，把这个降落的无人机一网兜住，复古但是很有效。由于两种无人机都比较小，而且可以折叠机翼，所以这艘无人机航母能够携带的无人机数量比较多，预计能有70到80架。除了无人机，这艘船的本质还是两栖攻击舰嘛，能够携带登陆艇往岸上投送坦克。所以呢，虽然每个设计细节看上去都不先进，但是整个设计思想和我们未来的两栖攻击舰可能还真是一样的。对土耳其来说，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还能凭自己的本事走出一条不太宽广的小路，已经非常不容易。这船、这无人机，还有这起降方式，在我们看来都不上档次，但是自成体系绝对够用。土耳其起码有骨气、有资格鄙视一下自己没有能力还追求高大上的某几个国家。好，关于这艘被抢了世界第一的土耳其无人机航空母舰，我们该如何评价？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